Hello， 观众大家好，我是阿瓦米尔姐夫。这期视频比较特别，因为我本来不打算做的，不过我发了视频动态后，发现还是有不少人想看看我对于 Immerse VR 的看法，那还是要认真排一下这场非常特别的发布会的。认住这只猫。先给不了解前因后果的朋友说一下。Immerse 是一家专注做串流分屏的软件公司，在 MetaQuest Vision Pro 都有3家同名软件，免费版可以分3块电脑屏，付费可以有5块屏，还可以跟身处异地的同事协同办公，评价还算不错的。不过他们 CEO 对于现在市面上的头显重量和清晰度都不太满意，于是决定亲自下场搞一台，在2023年8月时正式对外公布。将会推出一款革命性的轻便可穿戴式生产力头显设备。一直以来 ，Immerse 公司对外宣传 Pfizer 配备单眼 4K Micro OLED 显示屏，提供多屏幕和沉浸式功能，将眼睛外形与 VR 头显的功能相结合，并且承诺实现手部追踪、内向外追踪等等功能，听上去很美妙。结果在北京时间9月19号晚上的 ILL 发布会以及后面的上手环节，暴露了众多问题。这场在美国德州举办的现场发布会，同时有做直播，不过直播到点时就已经有直播事故了。本来定好在10点15分的直播延误了，在评论区2000多人疯狂吐槽下，差不多20分钟后信号才被接进来，不过依然是祖传的 720P 分辨率，太草台班子了。反正这次直播展现出来的 PPT 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草率，是我半小时都能搞好的样子。不过 Immerse CEO Randy 的口才还不错，勉强拉回一点点好感吧。不过这应该是大部分美国初创企业的特色，要不然很难跟投资人画大饼融资的。说回 Immerse Visor 发布会，在现场他们居然直接把 Visor 上半看重量只有186克哦，非常的轻便。不过问题是，这个重量是通过将电池、WiFi 和蓝牙模组都外置出来，做成一个像 Vision Pro 的外置电池，再通过有线连接实现的。至于 Pfizer 这个外置电池有多重呢？不好意思了，现场没有实际看到，只存在于 PPT 里面的。整个演讲过程里，头显没有通过电，没法展示实际操作，但是却花很多时间去画饼，谈未来愿景，例如说会推出可拆卸的镜腿，可以像眼镜一样佩戴，还有一个类似 Vision Pro 的3圈头戴，说可以做好前后平衡，加上面罩后不会压脸上。但是这些都只是 3D 渲染图，连一个实物都没有。最后再把价格帅出来，在10月1日之前预定，价格为399美刀；如果之后预定，价格为499美刀。还有额外的12或24个月的订阅服务，每个月升为59.99或39.99美刀。看到这里我就觉得很有问题了，怎么看都像在画饼闪融资。向每一个对这个头显有兴趣的人说，我能做很牛的东西，只是现在还活在 PPT 里，先给我钱吧，以后会有的。这样实在让我太难崩了。还记得一开始 Immerse Visor 对外宣传就是一副太阳眼镜的造型，结果根本没有那么薄，都被前面版的包裹式塑料片欺骗了。Visor 实际的造型甚至让我联想到 HTC Vive Elite XL， 都是差不多的厚度，差不多的眼镜造型。而我用眼镜形态的 Elite XL 确实是戴不了太久，两边太阳穴会被压得不舒服，还是换为前后配重均匀的充电头戴更合适。同样道理也可以应用在 Visor 上的。根据现场佩戴过 Immerse Visor 的 KOL 与媒体反映，Visor 其实是依靠2根绳子收紧，还有笔托来固定在头上。这样的问题就是186克的重量都集中在鼻梁上，而且没有顶部头戴分担压力。这种佩戴方式注定是不舒服的，可以看到 KOL 脸上都压出红印来了。最离谱的是，在 Pfizer 官方的 FAQ 网页里还写着支持有线或无线模式，这种前言不对后语，是不是跟上草台班子呢？ Big and bulky with the battery on your face.We decided to take the battery off the device and actually have it powered through a wire that goes down to the battery pack. 不过有些人会说了，就算是这样，能用 Vision Pro 类似的单眼 4K Micro OLED 屏，只是买硬件就值了呀。问题是，头显这种头戴式设备，硬件达标只是最基础的门槛，无论显示屏有多好，如果没有正常运作的系统软件、头部追踪、手势追踪、UI 交互等等，
头显只不过是一件华而不实的道具来的。而 Immerse Visor 在现场给小数人看的通电后的结果，只是开一张高清图，甚至需要单眼看。那这样的话，我去深圳光博会看供应链讲示不就好了吗？这种面板我上一年就已经看过了。要知道这2块 4K 屏之所以这么贵，是因为良品率太低，只有50%左右，意味着生产10块里面只有5块能用，这样就推高了成本，而成本明显要有消费者负担的。那么 Immerse Visor 卖这么便宜，只要400到500刀，是如何同时维持高质量与低成本呢？不会只靠随时可退的订阅费里维持成本吧？所以现阶段我是不会推荐普通人去下单买一台 Immerse Visor， 太多未知因素了。整个营销策略在我看来对消费者严重缺乏透明度，还被要求预先支付产品的全价，在没有看到设备实际运行的情况下信任公司并投入真金白银，很怕万一出什么意外直接卷钱跑路哦。还是老老实实等有实际体验和评测后再考虑吧。其实我说了那么多，还是希望 Immerse 能做好，毕竟之前串流办公软件做的还不错的，而且 Immerse Visor 是第一款主打串流多屏幕的办公用头显，主创团队赶紧打磨产品，别把大家的耐心都磨没了。毕竟市面上又不是没有其他选择，例如同样用单眼 4K 屏的玩出梦想 MR。 所以你是怎么看 Immerse Visor 这款很独特的产品呢？今年有没有关注其他主打超高清显示的头显呢？在什么场景里使用头显你觉得比较合适呢？可以在弹幕或下方评论区告诉我哦。以上就是本次视频的全部内容了，如果有其他补充资料我会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喜欢这影片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和分享，支持一下姐夫，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第一时间接受我的更新通知。姐夫在 B 站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哦。这里是茶玩 VR， 一个集愉快体验和硬核招生的 XR 爱好者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